嗨，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接着聊房车的第4种侧壁结构，也就是时下最流行的复合材料，或者说是玻璃钢蒙皮的房车。玻璃钢它拥有和钢材相媲美的强度，却只有塑料的重量。它是2战后期才发展起来的一种复合材料技术，曾经被大量的应用在飞机、螺旋桨、整流罩或者是雷达天线上。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从古至今，战争都一直在快速地推动着科技的发展。就比如说上古时代的青铜器冶炼，这个技术呢，就是上古的黑科技，谁拥有谁就成为那个时代的王者。今天的故事呢，咱们要从上古时期说起。早在公元前的4000年，在今天的伊朗、土耳其一带的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率先进入了青铜时代。在紧接着的1-2000年里边，古埃及、欧洲以及中华文明也先后进入了青铜时代。在管子的地术篇当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蚩尤受庐山之精而作武兵。这段话它描述的是上古时期的一段战争，这是黄帝和蚩尤之间所爆发的涿鹿大战。通俗些说，就是蚩尤所领导的9黎部落联盟，他们得到了庐山上的一种合金青铜，从而打造出了5种兵器，分发给下边的士兵们。在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当中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有蚩尤兄弟81人，并兽身人羽，铜头铁轭。这段话所说的呢，就是蚩尤手下的人虽然说人数不多，但是呢，他部落联盟当中的81个酋长，个个都是铜头铁轭，全身合金铠甲，并且善用刀斧戈来作战的勇士，勇猛无比。我们再来看黄帝的这边呢，虽然说黄帝地盘很大，人数众多，但是手中的兵器却只是石器时代的水平。黄帝他们所用的兵器呢，大概是一种用玉石做的钩形兵器，它是一种使用动能伤害的钝器。我推测呀，它就是一个木头棒子上边捆一块玉石，当它挥舞起来，如果说打中了脑袋，也能凑合一锤送你上西天；但如果说打不中脑袋的话，那就是个笑话。那么大家想想看，兵器水平它整整差了1个时代，这种仗该怎么打？我们看蚩尤这边已经装备了合金兵器，它就如同是今天装备了自动步枪的现代化部队，把它穿越回300年去打欧洲的排枪战术的部队。排枪战术打一发要专填1分钟，那这种仗皇帝要能赢才有鬼了，对不对？所以呢，在战争前期，皇帝节节败退。后来呢，由于气候突变，皇帝抓住机会险胜蚩尤。从此以后，皇帝也得到了9黎部落的青铜冶炼技术，皇帝的部落也开始装备了先进的青铜兵器，开始四处征战。从此以后，奠定了中原共主的地位。后世为了拍皇帝的马屁呢，就把皇帝那个一锤送你上西天的那个玉石兵器，把它尊称为击败了蚩尤大军的法宝，并且给它取名为如意。在经过了后世不知道多少代人的传承和改进，最后就变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玉如意的这个样子。所以说啊，马屁年年有，上古特别牛啊。时间回到2500年前的战国时代，在今天湖北省随州市的地界，相传随州是炎帝神农氏的出生地，在这里呢是一条非常重要的青铜走廊。在《陆史·蚩尤传》里边有过这样的记载：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也就是说，蚩尤是炎帝的后代。随州青铜走廊，炎帝蚩尤。当我们把这些线索串起来的话，不难发现，蚩尤所掌握的超前的青铜冶炼技术，其实上也是祖上传下来的。青铜作为古代的尖端技术，无论是祭祀、农耕还是战争，谁掌握了青铜矿，谁掌握了冶炼技术，那么谁就掌握了天下。庞大的青铜器需求也推动着中原王朝向外扩张，以此呢来得到更多的青铜资源。湖北、湖南、江西的铜、锡、铅等等矿物，沿着长江和运水，经过随州枣阳的这个走廊北上，被称为金道西行。1978年的2月份，在湖北省随州市的西北边的城郊，武汉空军某部的雷达修理所因为需要扩建厂房，开山采石。让人没想到的是，表层红色的砂岩经过爆破之后，却炸出了一大片褐色的土层。于是现场的工作人员赶紧联系了当地的考古专家前来查看。专家仔细勘察以后，所给出的答案是，这底下有一个大工程。经过了几个月的考古发掘，这个古墓总共出土了15400多件的陪葬品，其中就有我们最为熟知的青铜编钟、编磬等等的国宝级乐器。那么如此豪华的墓穴，它的主人又是谁呢？为了解答这个谜题，当时的专家翻遍史籍，却没有任何的记载。
最后呢，还是从这些出土文物的铭文上边找到了一些线索。墓主人明乙，他是在春秋时期周朝170多个分封诸侯国的其中之一，曾国的国君。他生活的时代没有任何记载，后来呢，给他命名为曾侯乙。曾国也称为隋国，也就是今天随州市地名的由来。它是周王朝在江汉地域控制青铜资源最重要的一个据点。在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文物当中，其中最多的是车马兵器，种类非常的齐全，数量之多，综合功能之强，前所未见。其中就有用于车战的长达3米多长的书。书是西周到战国时期最常用的一种钝击武器，它是木棒加装青铜制成的金属头部而成。在曾侯乙墓中出土的书里边，它最为独特的工艺是木棒外边包着纵向的竹丝，并且呢用丝线环相缠绕，最后以油漆作为粘胶剂来浸润竹丝和丝线，涂刷多层以后用它来进行保护。古代的油漆呢，其实上它就是一种天然树脂，用油漆作为基材，竹丝和丝线作为结构加强材料，树脂包裹并保护着竹丝和丝线，它们共同组成了一种复合材料。这个呢，就和我们今天正在使用的玻璃钢、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它有着完全相同的原理。除了青铜之外，这个呢也是藏在这个大墓当中的上古黑科技。要知道，现在我们正在使用的玻璃纤维增强复合材料，那是在2战之后才被大量开始使用的。距今不过短短的几十年时间。对了，我要补充2句，到了今天，随州这个地方仍然有很多家的房车工厂，甚至呢成为了当地的一种产业。说起来，玻璃钢它的名字就已经非常直观地描述了它的性能，它拥有和钢材相媲美的强度，却只有塑料的重量。它是2战后期才发展起来的一种复合材料技术，曾经被大量的应用在飞机、螺旋桨、整流罩或者是雷达天线上。它通常是使用短切玻璃纤维粘或者是玻璃纤维织物与合成树脂复合而成的材料，合成树脂作为基材，再加上玻璃纤维作为结构加强材料，树脂包裹并且保护着玻璃纤维。它的原理和混凝土里边加上钢筋就能支撑起摩天大楼是一样的。玻璃钢拥有几十年的使用寿命，它的隔热、耐候、强度、重量、防水等等的性能都非常的优异。它也是现在各大房车厂商最流行的蒙皮材料。玻璃钢所能制造的东西可大可小，小到门头招牌、艺术字，大到游艇、船舶，甚至是跨江大桥，我们随处都可以见到玻璃钢的影子。几十米长度的零件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模具，再加上手糊工艺一体成型。就比如说现在在四川省广汉市向阳镇的一座地标性的建筑彩虹桥。彩虹桥长度120米，它的弧形玻璃钢制成的桥梁跨度达到了50米。这座桥从1993年建成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它都是世界上最大跨度的玻璃钢跨江人行桥。除此之外，往小了说，小孩子们做的那种会唱歌的摇摇椅，就是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它同样是用手糊玻璃钢成型工艺制造的。在尖端技术领域，比如说现在大家看到的图中，就是现在美国现役的 F-35战斗机，它所使用的复合材料的部位。民用航空同样也是如此，波音787大型客机，其中绿色所标示出来的地方就是使用了复合材料的部分。同样的，玻璃钢应用到房车上，它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下边呢，我们就来简单的认识一下玻璃纤维布它最重要的2个属性。玻璃纤维它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属性，第一个是它的标号。当我们在各大网购平台搜索玻纤布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标注的诸如井号02、井号04等等这样的标号。像这样的02、04就是代表了它的厚度是0.2毫米或者是0.4毫米。玻纤布的厚度越薄，它就越可以贴合一些曲面弧度比较大的形状，而标号数字比较大的玻纤布，就比如说08，那么它的厚度是0.8毫米，那么它就没有办法去贴合那种弧度很大的曲面。因为如果你想强行贴合的话，那它就会出现折死的区域。但是0.8毫米的玻纤布，你只需要涂敷1层，它就等于是0.2毫米的玻纤布涂敷4层，它可以节省大量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它可以快速的增加厚度，来增加材料的刚度。所以呢，在一些简单形状，就比如说我设计的房车这样大范围的都是平面的情况下，我就宁愿选择比较厚的玻纤布，它可以简化我的涂敷过程。总的来说呢，玻纤布的厚度并不代表它的质量就好或者是坏，是根据它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应用场合来进行选择。
玻璃纤维布的第二个重要属性就是它的编织方法。我们最常见的玻璃纤维布，它通常是这4种编织形式。第一种是短切玻璃纤维粘，它就像羊毛毡一样的无规律排列，通过一些粘合剂把它粘接在一起。第二种是网格玻璃纤维布，它的样子和粗制纱布非常类似。这种编织形式的玻纤布，它主要是用在内外墙、抗裂以及防水上面。第三种是机织面料，它就是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种编织形式，无论是汽车、船舶或者是飞机上，都是在大量的使用这种类型的玻纤布。这种机织面料，它大致又分成平纹、斜纹以及各种不同受力方向的编织形式。第四种是单向，这种材料它并没有编织，就是单向的玻璃纤维，通常是把它放到了胶带里边，作为胶带的一种加强材料。碰巧我手上还有这个东西，我拍给大家看一下。一般的透明胶带在极端受力的情况下，它会被拉长，但是添加了这样单向玻璃纤维的胶带，它的抗拉扯强度会非常的高，它几乎无法被再拉长，也就是说它可以裹得非常紧。我是在做锂电池组的时候用到这种材料。下边呢，我们就来重点的说一下使用场合最多的这种机织面料。玻璃纤维丝它的编织方向决定了它承受力量的方向。大家请看视频当中这个难得的实验，当玻璃纤维编织的方向和它的受力方向不一致的时候，那么这整块的复合材料它的承受力将大幅度的降低。想要弥补这个缺陷的话呢，我们可以使用这种在0度和90度方向上它都具有相同强度的双向机织面料。如果说我们在制作某一个部位它所遇到的力学结构会非常的复杂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像这样的短切玻璃纤维粘，因为它不只是0度和90度，它在所有的角度上、所有的方向上都可以提供相同的强度。换句话来说呢，它就是把0度和90度这2个最强的力学结构的方向，把它平均的分配到所有角度上去。所以就说呢，也并不是说短切玻璃纤维粘它就是万能的，它就是最好的，只能说在应对复杂的受力情况下，或者是在应对很复杂的曲面的情况下，短切玻璃纤维粘是一种好的选择。相反的，短切玻璃纤维粘因为它的制造工艺是最简单的一种，所以它的价格也是最便宜的。在我们选购玻璃纤维布的时候，还是按照需要，按照它的应用场合来选择不同的编织形式，或者是把它们来搭配组合使用，这个才是最科学的做法。好，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在实际操作当中它是怎么应用的。我号召大家在家里边自己制作大型的玻璃钢房车。如果说你还在担心没有场地、没有技术，那么我给大家展示这样一个片段，他是一个来自于非洲的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Master Saw， 他是一个渔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是如何在比较简陋的条件下制造出一艘纯玻璃钢结构的渔船的，并且这艘渔船没有使用任何的钢材。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在遥远的非洲，一个在当地小有名气的渔船建造师，他的施工的全过程。我想说的是，劳动人民的智慧它并不分贫富贵贱，我甚至觉得艰苦的环境更加能够激发人的创造力。这样条件的施工环境，如果说放在国内的话，哪怕是最偏僻的山区也要比它好得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他呢仅凭一把裁纸刀就可以把一艘渔船造出来。在介绍他的土方法之前，我先把真正的现代化的玻璃钢施工的工艺流程跟大家最简单的讲一遍。在这里呢，我引用了来自于 TAP Plastics 的视频给大家展示。首先是模具的前期处理，包括了清洁以及用油泥把这些缝隙给堵起来。第二步是进行脱模剂的喷涂，每一次喷涂需要等上一次干燥以后再进行第二次，连续喷涂3到4次。第三步，喷涂胶衣。调配胶衣的时候，通常附带了色浆，这个色浆的颜色就是你的产品最终的颜色。就比如说我们在进行房车改装的时候，去购买的卫生间底盘，或者是房车专用的卫生间洗脸池，这些东西它外表呈现出来的这层白色的涂料，它其实就是胶衣。这层胶衣它最大的作用是用来保护玻璃纤维，因为在用树脂材料对玻纤布进行涂敷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些玻璃纤维它会是露在外边的，露在空气当中的。这层胶衣呢，就是保证所有的玻璃纤维都被封闭在这些复合材料当中。视频上它所调配的呢是黑色的色浆，所以当脱模之后，产品所呈现出来的颜色也就是黑色的。胶衣涂敷的厚度有要求，通常呢是 0.5 毫米左右。视频里边它所用的这个工具呢，就是测量喷涂厚度的一个小工具，叫做密尔计。它所要达到的喷涂厚度是2/1000英寸，也就是2米尔，换算成公制单位的话，大概是 0.5 毫米。在胶衣经过几个小时的固化之后，就可以进行第一层的玻纤布的涂敷。
在容易产生空穴的结构上，需要使用消泡滚轮来进行辅助操作。视频当中，它使用同款的消泡滚轮，我购买了，它价格大概是10几20块钱吧，就是一个铝型材切割出来的一段带有一些棱状凸起的一个小轮子。因为在视频里边呢，仅仅是一个小规模的模型，所以呢，玻纤布只使用了3到6层，它的强度就已经足够了。等到树脂层完全固化以后，这个通常要等到第2天，剩下的呢就是脱模的过程，通常要使用木楔子来辅助操作。这个呢就是玻璃钢翻模的一个标准流程。当大家脑子里边已经有了这个标准流程之后，我们再回来看这个非洲哥们儿的做法。好，我们还是回到遥远的非洲。现在大家看到的画面呢，它是利用一艘旧的渔船来做模具，他们往模具上边贴一层透明胶带，这一层胶带在这里的作用呢是当成了一层脱模剂，因为它用的模具就是一艘旧船，表面凹凸不平，坑坑洼洼。在这种条件之下，如果它使用我们国内真正的工业流程里边用的脱模剂或者是胶衣，那它的效果绝对没有这层透明胶带好，因为脱模剂或者是胶衣它所面对的使用对象是真正的关节度非常高的，进行过表面处理的石膏模具或者是玻璃钢的模具。但是在视频当中，它所使用的这个模具呢，根本就没有什么关节度可言，所以呢，一旦外层涂敷上去的玻璃纤维凝固之后，如果说没有这层可以撕掉的透明胶带，那么它做的这层玻璃纤维将会紧紧的、永远的贴在它的模具上，再也撕不下来。当胶带贴完之后，它开始了第1层玻璃纤维的涂敷。在前面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它现在使用的这个材料呢，就叫做短切玻璃纤维章。它的性能就是说，在各个方向上，它所承受力量的能力是一样的，并且短切纤维章它能够更加贴合这样的复杂曲面。假如遇到非常尖锐的一个弧度，甚至连短切纤维章都没有办法完全贴合这个弧度的话，那么甚至可以把这样的短切章撕碎成一片一片的小碎片来使用。在这里呢，我要提醒一下各位，合成树脂的固化时间非常的快，通常就是1-20分钟、半个小时之内，它就已经简单固化。如果说是添加了足量的固化剂和促进剂的树脂，特别是在这样天气炎热的大太阳下边，固化速度太快的话，会造成这样的麻烦。刚开始做的那些地方已经完全固化，已经变硬了，但是到后边的这些地方呢，还没有开始施工，这样的话将会非常影响玻璃钢的质量。最简单的解决办法就是减少固化剂的用量。假如说这个哥们儿造这艘船的时候，他要涂敷8层玻璃纤维，那么在前边7层的时候，它可以减少固化剂的用量，在最后一层第8层的时候再增加固化剂的用量，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整艘船整个壳体的固化时间，它们是在同一时间完成的。接下来就是脱模的过程，为了脱模更加容易，他把这艘船从棱角处剪开，这个呢就是玻璃钢最大的优点，它非常容易进行修复。对于说剪开的这个伤口呢，它到时候只需要再用一块玻纤布再涂敷一层，就可以轻松的修复。脱模之后就是撕掉这些把它当做脱模剂的胶带。像现在这样摇摇晃晃的一层薄薄的玻璃钢，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怎么可能能当做一艘船呢？大家别着急，请接着往下看。在用角磨机进行简单的打磨之后，即将开始进入最重要的一个步骤，也就是龙骨的制作。首先呢，它先在龙骨的位置画上线，接着用2条木板来做纵向的加强。大家请注意啊，这个纵向的木龙骨它并不需要和船体固定在一起，它只是放在那里，到时候呢会用玻璃钢把它包裹在其中，把它完全密封起来。这样的结构它的学名叫做玻璃钢夹层结构。在这里呢，我补充一下更加高端的玻璃钢夹层结构，它里边加的是玻璃钢蜂窝芯板，它同样是使用玻璃纤维材料制成的一种蜂窝状结构，那它的强度以及它的重量等等这些特性呢，要远优于用木头或者是用这些发泡材料。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用金属材料或者是钢材来做夹层材料，也就是用钢材来做龙骨。好，我们还是回到非洲 Mastersom 的施工现场。现在大家看到这些比较短的这些东西啊，它并不是木头，它是发泡材料。我看起来它非常像 XPS， 也就是挤塑板。既然是发泡材料的话，那它只需要简单的手工工具就可以轻松的把它切割成任何想要的形状，甚至你只需要一把裁纸刀就可以进行操作。当用作龙骨的夹层结构铺设完毕之后，就可以开始往上边涂敷玻璃纤维布。这个哥们儿呢，他也是为了图省事儿，一次性的用2层还是3层玻璃纤维布一次性涂敷。当龙骨的这个夹层制作完成之后，这艘船它的强度已经非常高了。接下来就是对2侧进行加固，在这里同样使用的是玻璃钢夹层结构，它使用的是木板作为填充材料，对船的2侧来进行第2层的涂敷。接下来对船的座位以及这些细节来做最后的处理。看到这里啊，相信大家已经发现了，整艘船除了它刚刚做了这种夹层结构的
加强之外，剩下的绝大部分面积，特别是船底，它就是最初的那层很薄的玻璃钢。这个也是玻璃钢的优点所在，它的强度非常的高。当这些细节处理完成之后，它开始进行了一层胶液的刷涂，当然了，也可能是一层油漆。在这里呢，它并没有过多的解释。当内层的油漆结束之后，紧接着呢就是外层的油漆。它选用了白色的涂料，当大面积的白色涂料完成之后，就是最后的装饰。当所有这一切做完之后，这艘仅用一把裁纸刀就做出来的渔船就可以顺利的下海了。这个呢，就是令人赞叹的，来自于非洲的 Master Som 给我们带来的如何在最简陋的条件下，纯手工的打造出一艘真正可以用于生产和生活的渔船的方法。对于我们房车制造来说，我们可以借鉴 Master Som 这样的做法，也使用发泡材料做这样轻量级的夹层结构，用它来作为龙骨支撑起整个壳体。我觉得呀，我们做房车的难度要远低于它做渔船的难度。因为我们做房车的话，它大不了就漏点雨嘛，对吧？但是 Master Som 呢，它去到茫茫大海上边，一旦它的渔船出现纰漏的话，那它真的是要葬身大海的。所以呢，我完全相信 Master Som 用这样的发泡材料来做夹层结构，来做它的主梁、做龙骨的这种方案，绝对是靠谱的。所以呢，我也才下决心把 Master Som 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好的，这个呢就是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关于房车的4种侧壁结构，通过这3期的节目呢，我已经全部给朋友们介绍完了。对于我自己来说啊，做自媒体同样是一种公开学习的过程，它可以帮助我在犹豫不决当中选出最好的房车侧壁结构来。我也希望朋友们在看完我3期的节目之后，自己 DIY 房车的时候不再迷茫，并且可以很快的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案。特别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Master Som 他做渔船的这个视频，总结起来呢就4个字：干就完了。好，今天呢就说那么多，感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